先把賬攤開，一架 B-2 幽靈轟炸機出廠價大約7億多美元，而這還只是機體本身的錢，把研發、測試、產線、建制的費用全部攤進去。美國政府審計單位在1990年代算出的總賬是，整個計劃大約447億美元，最後只買到21架，平均一架約21億美元，而且這是1990年代的幣值，換算成今天的美元，一架相當於40億美元上下，以當年匯率折合新台幣，一架大約600多億元，接近台灣一整年国防預算的1/10，全部壓在一架飛機上。這個數字在當年的美國國會吵翻了天，聽證會上有議員把它的成本做成圖表，跟黃金、跟軍艦、跟整個州的年度預算並排，怎麼比都刺眼。更刺眼的還在後面，這21架裡已經有一架永遠摔掉了，賬面損失加上重置成本，換算成今天的幣值，上看30億美元、21億美元，到底是什麼概念？1990年代，泰國向西班牙訂購的查克里纳·吕貝特號輕型航母，造價約3億多美元。後來法國賣給埃及的西北風級2棲攻擊艦，一艘約5億多美元。用這個級距去換算，一架 B-2 的價格大約可以買下3艘輕型航母。這不是修辭，是除法。有人會說，航母和轟炸機怎麼能比噸位差了上百倍？當然，比的不是噸位，是預算的排擠效應。五角大廈的每一塊錢都是搶來的，多買一架幽靈，就得在別處少買一堆東西。再把鏡頭拉遠一點，整個 B-2 計劃的447億美元，大約等於當年10艘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的建造費，而單獨一架 B-2 的錢，也足夠買下26架 F-35戰鬥機。還有一個當年美國媒體最愛的比喻， B-2 空重約70噸，把它推上天平，另一端堆上等重的黃金。以1990年代的金價計算，黃金那一邊還比較便宜。人類航空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量產飛機貴到這個地步，貴到連對手都替它心疼。2025年它空襲伊朗之後，中國官媒的評論只有一句話：這種飛機用一次少一架。這句酸話其實說中了要害，貴到捨不得用，少到不敢損失，正是 B-2 一生的宿命。那架摔掉的 B-2 摔在關島，兇手不是飛彈，是濕氣。史上最貴的軍用飛機，30年來為什麼只造了21架？它嬌貴到什麼程度，又強悍到什麼程度？我們把賬一條一條算給你看，從它為什麼天生就貴，貴到砍單也救不回來，到一場濕氣怎麼摔掉一架，一枚鑽地彈怎麼替它寫下代表作，最後再看接班人怎麼重新算這筆賬。時間回到冷戰最高峰，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美國空軍需要一種能在開戰第一夜穿透蘇聯綿密防空網，直搗縱深核武陣地的轟炸機，計劃代號叫先進技術轟炸機。1981年，諾斯洛普公司擊敗對手拿下合約，整個案子隨即轉入最高機密，預算藏在黑色項目裡，連國會多數議員都摸不清細節。諾斯洛普翻出創辦人傑克。諾斯洛普40年前就著名的飛翼構想，整架飛機就是一片机翼，沒有傳統機身，沒有垂直尾翼，雷達波打上去，大部分被平滑的曲面劃開，剩下的被結構裡的稀波材料吃掉。這個構想其實在1940年代就以 YB-49 試驗機的形式短暫上過天，卻因為沒有尾翼，姿態難以穩定而黯然下馬。40年後，數位飛控電腦成熟了，每秒能自動修正姿態幾十次，飛翼終於等到自己的時代。這裡有個航空史上著名的插曲：1980年，84歲、因病已無法言語的傑克·諾斯洛普被請進保密室看了一眼 B-2 的模型，老人顫抖着寫下一行字：現在我知道上帝為什麼讓我多活着25年。幾個月後，他辭世，沒能等到首飛， B-2 就這樣誕生。一展52公尺，比波音767還寬，機組卻只有2個人，4具發動機深埋進翼身內部，进氣口和噴嘴全部藏在機背上方，從地面幾乎捕捉不到熱源，不加油航程約11000公里，配合空中加油理論上全球到達。2個彈艙合計能吞下約18噸彈藥，從核彈到衛星導引炸彈通吃，整架飛機上找不到一個直角，
每一條邊緣的角度都經過計算，把雷達波集中導向少數幾個方向。蒙皮平整度用毫米以下的標準要求，連加油口和起落架艙門的縫隙都有專門處理，而隱形的代價也寫在設計裡。它飛不快，只有次因素，它沒有任何自衛武裝，一發飛彈、一門炮都沒有，一切都堵在不被看見。雷達截面積是最高機密，外界推估只相當於一隻飛鳥。1988年11月22日，它在加州帕姆代爾出廠亮相，全球媒體第一次看見這個黑色三角形。1989年7月17日完成首飛，保密做到什麼程度？零組件供應商刻意分散在全美各地，不少工人直到出廠典禮那天才知道自己多年來經手的零件原來裝在這架黑色飛翼上。還有一個常被拿來說嘴的說法，30多年來真正駕駛過 B2 的飛行員只有數百人，比上過太空的人類還少。原始訂單是132架，照這個數量生產，研發費用攤下來，單價會落在勉強可以接受的區間。但1991年蘇聯解體，假想敵一夜蒸發，國會開始揮刀，訂單先砍到75架，1992年再被砍到只剩20架。後來把一架原型測試機改裝成作戰構型，湊成最終的21架。問題是，研發是固定成本，200多億美元的前期投入本來由132架分攤，現在全部壓在21架肩上，單價就這樣被硬生生推上21億美元。不是 B2 變貴了，是分母消失了。這種現象在軍工圈有個名字，叫死亡螺旋，數量被砍，單價上升，單價一難看，國會就更想砍。B2 是教科書等級的案例，後來的 F-22 戰鬥機也走上同一條路，187架就停產。反過來 F-35 靠三軍通用，加上10幾個盟國分攤賬單，把單價壓進8000萬美元等級。在軍火的世界裡，數量本身就是武器。1990年代中期，曾有人提案追加採購 B2， 想把單價攤薄，評估的結論卻是重啟產線與供應鏈的成本高到不划算，不如把錢省下來研發下一代。於是21架成了永遠的定數。這是本集的第一條教訓，武器的天價往往不是造出來的，是砍出來的。但貴還不止貴在買，真正的無底洞是養。B2 的隱形不是一個開關，而是一層皮膚，覆蓋全機的雷達波吸收塗層。先講物理，隱形不是魔法，雷達波的反射就是電磁學。機身上任何一道細縫，一顆凸起的緊固件，一小塊剝落的塗層都可能變成雷達。熒幕上的亮點讓幾十億美元的隱形瞬間破功，所以 B2 的外觀維護是用挑鑽石瑕疵的標準在進行的。這層皮膚嬌貴到什麼程度？怕雨、怕熱、怕濕氣、怕沙塵，連長時間日曬都會讓它裂化。每一道蒙皮接縫，每一個維修口蓋的邊緣，只要開啟過，就得重新用專用膠帶和填料封平，再噴塗修補，而且必須在控制溫濕度的環境裡進行，一補可能就是好幾天，急不得也省不得。換算成工時， B2 每飛行1小時，地勤平均要投入約50到60個工時檢修，其中大半耗在隱形塗層上，某些統計甚至把數字推到100工時以上。換算成錢，美國國防部估計 B2 每飛行1小時的操作成本約15萬美元上下，常年高居全球軍機之冠。相比之下，比他老30歲的 B-52 轟炸機每小時操作成本連它的一半都不到。2000年代，空軍導入新式塗料和機器人噴塗製程，工時降了一截，但嬌貴的本質沒有變。懷特曼基地的地勤有個自嘲的說法， B2 不是在飛行，就是在做保養。它甚至有專屬的整備設施，技師穿着防護衣作業，場面更像手術室，不像機棚。這種養法直接壓垮了出勤率。同樣的預算和人力， B-52 可以天天飛， B2 飛一趟就得進場休養。外界估計，光是讓這支機隊維持能飛的狀態，1年就要燒掉上看10億美元等級的預算。所以30年來，你很少看到它成群出動，後面會講到的7架同時升空，已經是動員全機隊1/3的豪賭。它住的也比人講究。B2 平時必須待在恆溫恆濕的專用機庫裡，一座造價約500萬美元，庫內溫度和濕度全天候監控，
條件比許多美術館保存名畫的標準還講究，要海外部署，得先把可拆裝的專用機棚整組空運過去搭好，才敢讓它落地過夜。所以全世界能長期伺候它的地點屈指可數，本土密蘇里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太平洋上的關島安德森基地，印度洋上的迪亞哥加西亞，數得出來的就這幾處。近年空軍偶爾把它短暫派往英國、澳洲亮相，展示全球部署能力，但每一次出门都得帶上龐大的地勤团隊和整備裝備隨行，排場堪比巨星巡演。外界長期估計，這支機隊的妥善率只在50%上下，也就是說，賬面20架，隨時能拉出門作戰的，可能只有10架左右。而它平時的主業其實是威懾。B-2是美國核三位一體的空中支柱之一，每當地區局勢升溫，它飛到關島或迪亞哥加西亞亮個相，訊息就傳到了，我到得了你家上空，而你看不到我。2013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2架 B-2從密蘇里直飛半島上空，投下訓練彈再返航，來回不落地。官方新聞稿只有短短幾行，因為這種飛行的目標讀者從來不是媒體，是对手的參谋本部。隱形從來不是一次買斷，它是逐年逐月持續繳費的訂閱制，而且費率驚人，因為數量少到用手指頭數得完2輪。美國空軍給每一架都取了專屬的名字，格式統一，叫某某精神號、密蘇里精神號、紐約精神號、德州精神號、堪薩斯精神號、華盛頓精神號。從俄亥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到夏威夷、喬治亞、奧克拉荷馬，幾乎每架冠上一個州名，只有2個例外，代表全國的美國精神號，以及紀念萊特兄弟首飛之地的小鷹精神號。命名典禮往往由該州政要親自出席，21架排開，像一支各州明星隊。這些名字不只是浪漫，也是政治。零組件供應商遍布全美各州，每架飛機背後都是就業和選票，這正是 B-2計劃當年能在國會刀口下活下來的原因之一。砍它，等於砍自己選區的工作。他們全數隸屬懷特曼基地的第509轟炸機聯隊，這支部隊的前身正是1945年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那支單位，戰略打擊的血統一脈相承。第一架作戰型密蘇里精神號在1993年12月17日飛抵懷特曼，最後一架在2000年交付之後，產線拆除，模具封存，供應鏈解散。從那天起，這支機隊背上一條殘酷的鐵律，摔一架就永遠少一架。2008年2月23日，這條鐵律應驗了。關島安德森基地堪薩斯精神號結束4個月的前沿部署，準備返回本土。起飛滾行，抬頭離地，下一秒機頭毫無預警地猛然上仰，飛機在半空失速，左翼翼尖擦地。當時後方還有另一架 B-2正排隊等待起飛，機組目睹了全程。2名飛行員萊恩·林克與賈斯汀·格里夫在最後關頭彈射逃生。21億美元等級的轟炸機翻滾、起火，燒成一堆冒煙的複合材料。事故調查的結論冷靜得近乎諷刺，兇手是濕氣。關島潮濕的空氣滲進機上24個氣壓感測器當中的3個，校準時留下失真的數值，飛控電腦因此收到錯誤的空速和仰角數據，在遠低於安全速度的狀態下自動猛拉機頭。更諷刺的是，部分地勤其實知道起飛前先開啟感測器加溫程序，把水汽烘乾，就能避免誤判。但這個小技巧從來沒有正式寫進技術手冊。那天的機組剛好不知道。這場調查也讓外界第一次看清這種飛機的脆弱。它的飛行完全依賴電腦，電腦完全依賴感測器，而感測器會被一夜的霧氣欺騙。最先進的武器被最原始的水汽擊落，賬面損失14億美元。至今仍是航空史上最昂貴的單機事故。空軍當時評估，重造一架要20多億美元，換算成今天的幣值上看30億，而現實是根本無從重造。21架，從此變成20架。一個潮濕的早晨，機隊蒸發 5%， 事後全機隊暫停飛行徹查，那條烘乾水汽的程序才終於被正式寫進手冊。失事畫面後來公開，成了航空安全課永遠的教材。世界上最貴的飛機，從離地到墜毀，前後不過短短幾十秒，這還不是唯一的驚魂。2010年，
另一架 B2 在關島地面試車時，發動機起火，機體嚴重受損，空軍捨不得報廢，就地搶修，加上返廠大修，前後折騰將近4年才讓它復飛。光是修這一架就花掉1億多美元。2021年與2022年又接連發生起落架故障、重落地和起火事故，其中一次讓全机队停飞檢修長達半年。2022年受損的那一架，後來更傳出修復費用不符效益，可能提前除役的消息。每一次冒烟，五角大廈的心臟都要停半拍，因為這種飛機摔掉的不是錢，是不可再生的戰略資產。諷刺的是，這架嬌貴到怕雨的飛機，打起仗來從不失手。1999年3月24日，北約空襲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開打，投下第一批炸彈的正是 B2。他們從密蘇里州懷特曼基地起飛，橫越大西洋投彈，然後直接飛回家，單趟來回超過30個小時，全程靠空中加油銜接。飛行員早上從密蘇里的家裡出門上班，跨越大半個地球投完炸彈，隔天回家吃晚飯。這種通勤式轟炸徹底改寫了空中武力的地理學。這是 B2 的實戰首秀，也是 JDAM 衛星導引炸彈的首次登場。一架 B2 一個架次能同時攻擊16個不同目標，命中誤差以公尺計，在當年是科幻等級的能力。整場戰爭他投下的 JDAM 超過600枚，平均每個架次10幾枚，顆顆有坐標。整場78天的空襲， B2 總共飛了40多個架次，不到聯軍總架次的1%，卻在開戰前8周摧毀了大約1/3的指定目標。塞爾維亞防空部隊自始至終沒能摸到他一根汗毛。同一場戰爭也留下最具爭議的一頁。5月7日 B2 投下的炸彈擊中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造成3人喪生。美方事後解釋是目標情報作業出錯。2001年阿富汗戰爭， B2 從密蘇里直飛阿富汗投彈，再轉降迪亞哥加西亞，發動機不熄火，直接換上另一組飛行員飛回美國，單趟作戰航段超過40個小時，寫下史上最長戰鬥飛行任務的記錄。40個小時是什麼概念？大約等於從台北飛紐約來回，中間再加一趟東京，全程不落地。2003年攻打伊拉克，第一夜敲門的還是他。整場戰爭飛了20多個架次，投彈總量超過600噸。那幾年五角大廈形成一種默契，真正深，真正硬，真正不能失手的目標，第一個想到的永遠是懷特曼那群幽靈。2011年利比亞，3架 B2 一個晚上投下40多枚精準炸彈，癱瘓利比亞的主要軍用機場。2017年1月，2架 B2 又跨洋轟炸利比亞境內的極端組織營地。2024年10月，他飛到也門，炸開胡塞武裝深埋地下的軍火庫。這些任務有個共同點，都是開戰第一頁，都是最硬的目標，而且沒有任何一架在戰場上被擊落。B2 保持着實戰零損失的記錄，唯一折損的那一架敗給的是自家跑道上的濕氣。如今回頭看，也門那一夜更像一場帶妝彩排。駕駛他執行這種馬拉松任務是什麼體驗？座艙裡2個座位後方有一塊剛好能躺平的空間，飛行員自備露營睡墊輪流休息，餐點靠保冷箱和簡易加熱設備解決。起飛前幾天就要調整作息，控制飲食，準備規格接近太空人。任務中大半時間交給自動駕駛，但每一次空中加油都得人工操作。深夜高空用幾公尺的間距貼着加油機飛，被飛行員形容是全程最耗神的時刻。因為在40個小时的任務裡，最不可靠的零件是人。真正的壓軸在2025年6月，美軍發動代號午夜之錘的行動，7架 B2 深夜從懷特曼基地升空，另有一隊朝太平洋關島方向飛行，充當誘餌，成功騙過全世界的軍事觀察家。主攻編隊一路向東，橫越大西洋和地中海，全程無線電靜默，途中多次空中加油，在伊朗上空投下14枚 GBU-57巨型鑽地彈。這種炸彈一枚重約13噸，公開資料稱能鑽透約60公尺的岩層與強化混凝土，專門對付深埋山體的地下工事。而全世界能掛載它的現役軍機只有 B2 一種，一架能帶2枚。這種炸彈從2000年代末開始研發，幾乎就是和 B2 的彈艙一起量身設計的。
等的就是這一天。福爾道是伊朗防護最嚴密的鈾濃縮設施，藏在庫姆附近的山體深處，一般航空炸彈打上去連撓癢都算不上。這正是 B2 加 GBU 武器這個組合存在的理由。12枚砸向福爾道，2枚攻擊納坦茲，全程來回37個小時不落地。這是911事件之後 B2 最長的一次作戰任務。五角大廈事後證實，行動籌劃了數月，保密到多數國會議員都是炸彈落地後才知情。官方並稱，這是 B2 服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作戰出擊。整場行動出動超過125架各型飛機，外加前艦發射的20多枚巡弋飛彈打擊伊斯法罕。但真正踹門的仍然是這款1980年代設計的老飛機。行動結束後，7架幽靈平安飛回密蘇里，降落畫面被全程直播。許多美國人也是那一天才意識到，這種比許多觀眾年紀還大的飛機仍然是美軍手裡最鋒利的那把刀。首飛36年後，它依舊是地球上唯一能悄悄出現在任何地下碉堡上空的轟炸機。不過再貴的傳奇也有謝幕時間表，接班人已经在跑道上。 B-21 突襲者同樣出自諾斯洛普·格鲁曼，同樣是飞翼構型，外形就像縮小1號的 B2， 名字也有講究。突襲者紀念的是1942年杜立德空襲東京的那批飛行員，用轟炸機完成不可能任務的精神一脈相承。他在2023年11月10日完成首飛，目前在加州愛德華茲基地持續試飛，產線上還有多架測試機和初期量產機在排隊。B-21G 取的正是 B2 最痛的教訓，全程數位化設計壓低開發風險，單價目標控制在約7億美元，不到 B2 的1/3，採購數量規劃至少100架，是 B2 的5倍。軍方內部甚至有把總數加碼到145架的呼聲。更關鍵的是，養護哲學的翻轉。B-21從設計第一天就把好維護當成硬指標，塗層和材料吸收了 B230年的血淚。目標是讓隱形轟炸機不再是住恆溫病房的貴族，而是能常態出勤的工作馬。按照美國空軍現行規劃， B-21在2020年代後期起陸續形成戰力，首先進駐南達科他州的埃爾斯沃斯基地，之後懷特曼和德州的戴斯基地跟進換裝。幽靈的老家會直接交棒給接班人， B2 機隊則預計在2030年代前中期功成身退。退役前仍會持續升級通訊和武器整合，站好最後一班崗。屆時，從1993年第一架交付算起，這批飛機服役大約40年，而他們從頭到尾只有21架，其中一部分最可能的結局是進入博物館，和黑鳥偵察機那些同樣燒錢的傳奇擺在一起。把總賬收攏，一架21億美元，抵得上3艘輕型航母；21架總價447億美元。抵得上10艘尼米茲級航母，每飛1小時燒掉約15萬美元，外加幾十個維護工時，摔掉一架，以今天幣值計算的損失上看，30億美元，而且永遠補不回來。為了讓它隱形，美國養了一支專門伺候塗層的部隊；為了讓它睡好，蓋了恆溫的宮殿；為了讓它出一次遠門，整個加油機隊要沿途接力。B2 用將近30年的服役證明了2件事。隱形加上洲際航程，可以把炸彈準時送到地球上任何一組坐標，光是存在就足以逼着对手把設施越埋越深。但成本一旦失控，再成功的武器也會被自己的價格困住，少到不敢損失，貴到不敢長飛。他嚇阻了對手，也綁架了主人。每一次出動都要層層簽合，因為沒有任何一位指揮官賠得起一架 B2 132架的雄心，最後換來21架的孤傲。B-21接過的不只是飛翼的輪廓，還有那張被重新算過的賬單。幽靈終將退場，而他留下的那堂成本課只有一句話：買武器之前，先想清楚你買得起幾架。